宝贝儿，快看，哎，怎么搞的？打我！你干什么啊？你推我干嘛呀？你看你儿子干了啥？你为什么打小孩子？我打了，怎么着？这里是我家，怎么？你家你也不能这么做。你看乐乐的脸，都是他儿子干的。哎呀，宝宝，奶奶看看，蛋蛋怎么回事啊？跟妈妈说。妈妈是乐乐先扎的我。对，是乐乐拿叉子扎的蛋蛋。对，是乐乐先动的手。你们小孩子懂什么呀？不许胡说！少说几句吧。挺好的 party， 弄成这样，开心啦？你别走，请你给我儿子道歉。哎，明志，道歉？我凭什么道歉？你必须道歉。开什么玩笑？你也是做母亲的，如果你的孩子被人打了一巴掌，你会怎么想？请你不要在我家无理取闹，好吗？你就是这样给你孩子做榜样的吗？孩子们这么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可以跟他讲道理啊！你不应该动手打人啊！你要讲道理，回家跟你儿子讲道理好吗？别在我家闹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他，会给他心灵造成多大的影响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必须道歉！明志，松手，松手！带孩子回家！我放手，他必须给儿子道歉！有人现眼吗你？儿子一巴掌呢，他不行！让你走，平常在家里，你对我怎么动手我都能忍了。可是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我，你还不让马教授的儿媳妇给蛋蛋道歉，我跟儿子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？你就是这样做父亲、做丈夫的吗？我，切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是故意的呀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你说你现在要是离婚了，孩子这么小，他将来怎么办啊？我就是不想让孩子将来像你一样。好，你想离婚是吧？我1分钱不给你，我让你没工作没事，我看那还不养活自己？我有手有脚，饿不死。你饿不死，孩子跟着你吃苦啊！你以为他跟着你就会幸福吗？你管过他吗？郑天善，从他出生到现在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花了多少时间陪他？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？他花粉过敏，你在意过吗？有你这个父亲跟没父亲有什么区别？切！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不能离婚。要是离了婚，你让我那同事怎么看？我脸往哪放啊？你眼里只有你自己。你不想离婚，不是因为爱我们，你就是为了你那点破面子。我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的，你那个时候特别朴实。你看看你现在，你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当主任、做教授，你想像马教授那样，天天被人家给恭维着。你现在变得又自私又虚荣。我就是自私，我就是虚荣，怎么了？那人的天性。你天天在家还不接触外人，你把人想得太简单了。你知道我在外边承受多大的压力？我知道你在外面有压力。可是你有压力，你也不能在家里不管不顾啊！你不能一不高兴就摔东西，你不能一不高兴你就打我，你不能一不高兴你就骂孩子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不能！你打我这一巴掌，彻底把我给打醒了。我以前，我一直对你抱有希望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家是什么，幸福是什么。可是你呢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你不是简单的情绪失控，跟5年前一样，你是心理出了问题。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。就算是咱们离婚了，我也不希望你变成一个暴力分子。张先生，咱们完了。英志要离婚了啊？什么？妈妈，我今天得了一个小红花。是吗？蛋蛋真棒，妈妈奖励你，去给你买蛋糕吃。我不要蛋糕，我要爸爸。
蛋蛋，爸爸很忙，等他有空了就来看你，好不好？爸爸不会不要蛋蛋了吧？怎么会呢？爸爸很爱你，妈妈也很爱你，我们都不会不要你。蛋蛋，你记住，不管爸爸妈妈之间发生什么，你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，知道吗？嗯。真乖，走，买蛋糕去。这个12床的病人一定要重点监护一下，这点很重要。好，记住啊。放心吧，马教授。英芝，就为了那天在马教授家的事，我已经给你道过很多次歉了呀，干嘛非得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了？你以为我跟你离婚，是因为你打我那一巴掌吗？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，你牺牲了很多啊！每天有忙不完的家务，你对我有埋怨，我理解。你要是想去工作是干什么的，你跟我说，我来给你安排啊！你看看你，你来给我安排工作，张千山，我的人生不需要你来安排，我也不想当你婚姻的摆设，我的后半生我不想这样继续下去。英芝，咱们的问题由来已久了，我以为我可以忍下去。但是我现在知道，我忍不了了。自从嫁给你，当全职太太，我整个人就像活在了真空里面一样。除了米兰跟考儿，我几乎没有别的朋友。我没有自我，没有自尊，我只剩下你跟蛋蛋。是，我很爱你和孩子，为这个家的付出我也心甘情愿。所以5年前我选择原谅你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改。可是你呢？你怎么做的？我一次一次的忍让，我是想保全这个家，可你却越来越严重，直到现在你都没有意识到。好了，都是我的错啊！我道歉行不行？非要离婚吗？你有没有考虑过啊？孩子在这样的单亲家庭中长大，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啊！你以为孩子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，伤害就会小吗？暴力。英芝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英芝，张先生，你个王八蛋啊！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他对你这么好，你对他家暴，你还亏你是个医生，你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王八蛋！小姐，你冷静点。我跟你说，你就不是个人，你这个畜生！看来李女士离婚决心已定，我建议你们就离婚事宜具体沟通吧。张先生，我不同意离婚，我不认为我们感情破裂，只是我没有处理好家庭矛盾，才导致今天这一步的。我会尽可能的挽回。我不同意离婚。你都不要脸了你！张先生太不是个东西了，哎，走慢点儿啊！5年前你们要离婚是因为这事儿吗？那为什么不离啊？我当时因为怀孕了。因为蛋蛋你就不离婚啊？你以为你谁呀？真是贤妻良母啊！你藏得够深的。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跟考儿，你当不当我们俩是朋友了？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事儿你让我怎么跟你们说？后来他也改好了很多，对我没再怎么动过手。最近工作压力大，他才又开始失控。那也不能打人吧？他太想成功了，又承受不住那样的压力。其实他人不坏，是个好大夫，但不是个好丈夫，不是个好父亲。他不明白家是什么，
家应该是个充满温暖、充满爱的港湾，不应该是坏情绪的宣泄场。即使我们离婚了，我也希望以后他能够明白这一点，希望他能够彻底改好。行了行了，你就是太好说话，这时候你还为他想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必须离婚，听到没？你别告诉考儿啊，他会急的。你等一下，接个电话。考儿，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晚安。我和英芝在一起呢，挺顺利的。齐书礼请吃饭，我去干嘛呀？我去不合适，这么大灯泡。那行吧，好，晚上见。妈妈再见，真的好，见了再见。妈妈拜拜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拜拜。爸爸。再见再见。哎呦，儿子，哎呦，想死爸爸了啊！英芝，我是来接你们一起过年的。我跟蛋蛋回我爸妈家过年。不管咱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，咱们过完年再说，行不行？你放心，今年过年就咱们一家3口，我特意请的假跟医院打招呼了，什么样的手术我都不接。我知道我有很多对不起你们的地方，我也特别想跟你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，但是至少现在，咱们给孩子一个团团圆圆的年啊！蛋蛋，你想不想跟爸爸妈妈一起过年？妈妈，我要和爸爸一起过年。嘿，走，咱们一起过年，嘿嘿，回家喽！蛋蛋，咱们一起敬妈妈一杯好不好？你看妈妈多辛苦啊，咱们做这么多好吃的啊，是不是？来。敬妈妈一杯，祝妈妈越来越漂亮。蛋蛋乖，祝你越来越乖。一家3口聚在一起吃年夜饭，感觉真好。我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也不是一个好爸爸，觉得太对不起你跟孩子了。我也不是个好孩子，我老打碎东西。蛋蛋，你看爸爸以前做过很多错的事情，你能原谅我吗？看在妈妈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了。你在哪儿学的呀？电视里。哦，来吃东西。爸爸，你怎么还不接电话？哎，马教授，啊，新年好！对对，这不正吃着呢吗？啊？哦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去吧。马教授的岳父呢，心脏不适合长途旅行，我陪他到北京安排好了，我就回来。妈妈，爸爸又去加班了吗？多吃一点，吃完了饭，妈妈带你回家。小朋友要多吃蔬菜，这样才能够身体好，知道吗？英芝，爸爸，
英芝，我完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天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还不止呢，他原来10拿9稳的外科主任呢，现在也不保了。他现在灰头土脸的，没当上主任，老婆也离开他了，别提有多惨。活该，谁让他欺负我们英芝的？所以说呢，做人得留有余地，你说是吧？他现在呢还要孩子的抚养权。唉，所以说现在英芝有点麻烦啊。对了，张金山那边怎么样？上次手术的争议很大，患者家属不依不饶。如果最后的调查结果确定是医疗事故的话，那张千山会非常麻烦。这么严重啊？那蛋蛋现在他暂时由我照顾，他现在忙着应付调查，根本没时间。我本来还想上诉要回孩子的抚养权，可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现在怎么开得了口？也是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嘛，等他过了这个难关再说。这次的事对他打击挺大的，他可是心外科的头把刀，连带他的马教授都佩服他的医术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也很难过。你呀，就是心太软了。毕竟他是孩子的父亲，谁想要发生这样的事情？那事情就是这样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咱们电话沟通。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小孩子病了。蛋蛋，英芝，你们两个谁病了？千山，蛋蛋发烧了，我给他吃了药也不管用。爸爸，我好难受。来，跟我来，跟我走。行了，不用担心了。刚才大夫不是说了吗？没什么大事，明天早晨这个烧就应该退了。对了，孩子病得这么严重，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我不是怕耽误你工作吗？你不知道我被停职了？停职？我现在没有资格上手术台了。这么严重？可能是以前走得太顺了。从我考上医学院到当上副教授，我没经历过什么挫折。我渐渐的有点自我膨胀，忘了一个医生最应该做什么。成天想着升职、当教授、当主任。现在我清楚了，让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医生，救死扶伤才是我应该做的。可是我呢，为了升职，为了向上爬，我付出了太多太多，我甚至牺牲了整个家庭，这个代价太大了，太不值得了。那你现在？现在我只能等着医院公布处理结果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才知道什么才是对我最重要的。我后悔死了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你是不会原谅我的。我现在原不原谅你，都帮不了你什么。事情既然已经这样，还是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吧。回不了头的，就只能往前走。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我不会再走回头了。下午呢，利川先生和苏小姐将离开温州，返回苏黎世。他们手上的工作将交由蕊内和季川先生来完成。
立川真的要离开温州啊？你知道吗？哎，他还回来吗？我不知道。这算什么呀？难道他连句号都不画就要一走了之吗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他。哎，别去了。我想，他可能也没有料到在这里会碰到我吧。也许只是公干，可能都是我自己自作多情。你说的对，是我自己不愿意接受现实罢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，小秋？小秋，我离开一下。哎，小秋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去一下洗手间。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去吧。Leave me alone, please. 别喝了，别喝了。你不是要走吗？请便好了。如果你觉得你还能有一点良心的话，你可以说说4年前你为什么要离开。这样的话呢，即使我们俩以后都不见面了，我死了也可以做个明白鬼。我跟你解释很多次了，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说服你。因为我根本就不信你的解释。你要说你变心了，我可以，我让你走。我告诉你，黎川，虽然我笨，我一根筋，但是我绝对不是那种4脚蛮缠的人。我一开始，我以为你得了重病，不治之症，你现在不也好好的吗？后来我以为是金莲，其实他也只不过是个路人甲。你要说你为了事业，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你就已经功成名就了。你要是为了钱，你根本就不缺钱。立川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能因为什么不要跟我在一起。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求求你了，你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，立川。放弃好吗？就算是为了我，也许是我说了什么，或者是为你做了些什么，又让你误会到我仍然爱着你。是，我还是喜欢你，我绝对不会像对一个陌生人那样对待你。
们曾经相爱过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的出现会给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造成这么大的麻烦，所以我必须走，马上走，立刻消失。你终于承认了，你是因为我才走的。如果这么想会让你舒服一点，就算是吧。我要看你的机票还有护照。我要看你的机票还有护照，快点儿！小秋，小秋，小秋 ，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. Stay. No. 数到3就一起放手，情愿你和我。你不知道我多难过，思念汇成河。和你数到3就一起放开手，别再受折磨，让爱停在最美时候。我们来接受重获的自由，未来的生活也许更寂寞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有些痛我们会懂。我是小秋神父的女友，可以说一无所有，但是我给了你王沥川我所有的爱，在爱情面前我比你富有。我就要带着他，我就要一直带，一直带，一直带到坟墓里。有些回忆值得一辈子去纪念，当时间无法冲淡了遗憾，你要自己撑过明天，不要再眷恋，等有对的人能跟你团圆，我才能够放心的走远。小秋，这里不安全。我和你数到3就一起放手，情愿你和我。你不知道我多难过，思念汇成河。和你数到3就一起放开手，别再受折磨，让爱停在最美时候。你刚刚才起床啊？时间差不多了。 Jeanette， 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情没有办完。喂，机票都确认了。Jack 昨天晚上来找我，Lisa 说要把设计弄完再走。
Lisa， 是爷爷叫你回去的。Lisa 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吧？既然这个项目我已经接了，还是善始善终比较好。是不是安妮不让你走？我昨晚就有些预感，我觉得你根本不会这么轻易走。别乱猜，我只想把这个标弄完。他知不知道这样下去你会有生命危险啊？你不跟他去说，我来说。Jeanette， 别告诉他。她不是小女孩了，是大人了。她有必要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？等一下你跟她说，让她自己决定好了。如果她真的知道真相的话，我知道她会做什么，所以我才没有告诉她。有些事我自己背着比较好。我不想她付出太多，更不想她像我的家人一样，整天为我担心。能不能把对她的关心分给我一点？就因为我比她坚强，就因为我知道真相，就可以伤我更深吗？金奈，我们1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。你跟安妮不是也结束了吗？别告诉她。你知道她是真心爱你，可能她跟你在一起只是为了你的钱。请你不要侮辱小秋，她不是这种人。怎么了？嗨，这个是我在3楼洗手间找到的，应该是你的吧？上一代的老物件了，我生日的时候丽川奶奶送给我的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安妮，等等，我想有些事情你应该要知道。丽川这次回来是奉公司之命来救场的，她不会久留，就算她想留，爷爷也不会让她留的。她只要完成这次竞标之后，她就会回去的，以后都不会再回来。我想你应该很了解丽川的吧？她这个人对所有的人和事都留有余地，不会狠下心肠拒绝别人。我希望你不要误解她对你的宽容。一个女人的时间跟青春是非常宝贵的，不要为了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浪费，这样就可惜了。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，我知道你对丽川有怨言，因爱生恨，这我可以理解，但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而做出超过尺度的事情。Jeanette， 我们俩只是普通同事的关系，我的私生活不需要听从你的指点。至于那天我为什么会在丽川房间里，那天你在丽川房间做什么，我不想听也不爱听。我知道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，要是得不到，千万别从别处打主意。丽川是不会跟你回瑞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同意。
各位，今天的这个碰头会召集得很仓促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忙，都在夜以继日地忙着自己的工作。季川先生也去开会了。我们的设计案呢，大的方案和草图差不多都已经出来了，本来是很值得让人高兴的，而且按照原定的计划，我们可以在投标之前完成所有的设计方案，并且很有希望能够中得这次标。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，又出现了一件很棘手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很可能设计案再次泄密。怎么又泄密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这怎么这样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但是幸运的是，这次我找到了那个可疑的泄密者。是谁啊？太可恶了！真是，怎么这种事这样？仗着害狗太不像话了。这个人很熟吧？我根本不认识他，是我今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，他莫名其妙就坐在我旁边跟我搭讪。你不认识？他说他姓沈，是富庭集团的设计师。他是姓沈，不过不是什么富庭集团，而是家园国际。他叫沈红，是田小刚的亲戚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田小刚。那我可以跟你介绍一下，田小刚是家园国际最著名的设计师，而且这次竞标，家园国际是 GMF 最大的竞争对手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又没有泄密。说吧，利川的一张图，给你开了多少钱？他说50万。50万。不过我没有理睬。50万？是没有理睬，还是交易成功了？张总，你不能因为我就跟他说了几句话，你就说我泄密。大家都知道我是王总的翻译，你们这样明明没有事实根据，就是在诬陷我。前天 ，Janet 亲眼看见你偷偷溜进王总的房间，这算不算证据？我是去取一些资料。我问过利川有没有见过你，或者邀请你去他的房间，他都说没有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在王总不知情的情况之下，就进入他的房间。就凭这一点，我都可以报警。那现在就是说，你偷偷进入他的房间，偷了设计图给家园。我听说你家境挺困难的，需要钱。不知道我这样推测对不对啊？我是进了他的房间，但是我并没有拿什么设计图。那你拿的是什么？安妮啊，虽然你不是我们 GMF 的正式员工，但是九通和 GMF 的合约对你有严格的保密规定。无论你是有意或是无意的透露这些信息，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我们公司的后果是，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都白费了，必须从头开始。而对你来说，后果就是你必须接受我们的调查。如果证据确凿，对不起，我们将追究法律责任。我没有泄密，我可以拿人格担保。你的人格？哼，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，在王总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，你是怎么进入他的房间的呢？是我邀请他的。这个还算潜入吗？谢小秋小姐来我房间翻译资料，我要的资料很多，也非常急，她陪我一起翻译，一个晚上都没有睡。
你怎么跟我说没见过她？一个女士，在我的房间工作1个通宵，我不想乱说什么，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我认为谢小秋根本没有泄密。第一，他根本不懂建筑，也看不懂图纸，就算泄密了，也不知道怎么说。第二，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过我的设计思路，他也不知道我的方案是什么样子。第三，他来我房间的时候，他只带了1支笔跟1本字典，在我的眼皮之下，他根本没有偷什么，或者是录什么。这可不一定啊。我们只剩1个星期了，如果有 Plan B 的话也来不及。如果谢小秋泄密，我们大不了就失去1个标；如果他没有泄密，我们却失去1只快要到手的肥羊。我的意见是，按照原本的计划继续往下做。少华，你觉得呢？我没什么意见。Janet， 你觉得呢？我保留我的看法。我作为董事长助理，我觉得这件事要跟董事长说，而且这件事情涉及到 GMF 的利益，我想董事长会亲自来处理。董事长这么忙，为了这一点小事，我们不必麻烦他吧？小事？你觉得这是小事吗？这里所有设计师加班加点完成的工作，他们的心血努力，你觉得这是小事？好啊，就算我退一步，按照原本的计划，谢小秋都要接受调查，因为他跟我们的竞争对手见面，这一点就很值得怀疑了。所以我同意谢小秋停止调查，以后不可以再接触任何关于 GMF 的会议。我抗议！你可以怀疑我，但是怀疑并不等于事实，你没有理由剥夺我的工作。你不是说他们给了你50万吗？买利川的设计图。这点不值得可疑吗？谁知道你们第几次见面呢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是污蔑。这就是证据，你看一下，你们多亲热，像第1次见面吗？你凭什么派人跟踪我啊？张总派人跟踪让人汇报的。我想，如果不是今天开这会，过几天再看的话，他报告的资料应该比他多。你这明明就是血口喷人！你最好对我客气点。我是董事长助理，跟张总是平级，也就是说我是你的上司。够了，大家散会。今天少华，你们2个留下。我去打个电话。照片里这个人，就是家园国际的沈红。我们拍到他跟安妮有来往，安妮也承认了。这个人花50万买利川的设计图。哦，那你就是说，泄密的事是他干的？也只是怀疑。你怎么看？他是帮你做事的，他是你的翻译，他会接触到你所有的文件。公司的所有图纸呢，需要翻译成英文，然后备份到总公司。他有权利可以接收你所有的图纸档案。一句话，他具备了作案的渠道，还有手段。动机是钱呢？这丫头挺困难的，平常省吃俭用的，没车没房的。我知道她家里还欠一笔债。不可能，我很了解她，她不是这种人。你才认识她几天啊？她就是看准了你这个人心软，投你所好。她这个人真实面目我们都不知道。她工作能力我是认可的，可是呢，有时候人不可貌相。怎么样，我成语水平还可以吧？季川，那你看这事怎么处理？我建议啊，司法介入，全面调查。万一他被我们抓到什么的话，我会让他一辈子都记得 GMF 的。这就叫做杀一儆百。怎么样，成语用得对吧？我反对，你们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证据，
最多只能内部调查。你们？你是哪边的？你说错了对吧？应该是我们，不是你们。总之，我反对司法介入。立川，刚才你对安妮的包庇也太明显了吧？什么意思？我明明就是看见她进了你的房间，你为什么说你们做了整晚的工作？你是有精神洁癖的，你不会让一个没结婚的女人整晚待在你的房间的。你现在就是要把感情跟工作摆在一起吗？好啊，就算你甘心被人利用，那我们呢？你要把我们跟 GMF 一起陪下去吗？等等，孤男寡女，同处一室，共度通宵，哎，这个有意思啊！别乱来。我刚才给爷爷打了电话，他让我们投票做决定。我同意调查安妮，并且司法介入。我也同意。2票。少华，你呢？啊，同意。3票。我反对。3比1，投票通过。叫安妮来听结果。可以内部调查，但是不能司法介入。是不是连爷爷的话你也不听了？上海的部门，我的股份有75%。你，哎，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就按立川说的做吧。少华，你叫安妮进来。喂，你好。谢谢你替我说话。我建议你调回九通工作。原来除了他们，你也希望我走。你的确不适合在 GMF 工作。可是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安妮，我现在跟你宣布公司的决定：从今天开始，你被停职调查，麻烦你交出所有档案与电脑资料，以后不可以再出席 GMF 的会议，不可再接触关于青年1期的档案。你的 case 我会交给行政部的蒋主任，一旦查到任何证据，你会移交到司法机关，而且我们会保留对你诉讼的权利。我愿意接受调查，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，而是我需要一个清白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讲完。我刚刚讲的避免跟建筑师交谈，其中也包括王立川先生。不管你以后私事也好，公事也好，都不可以再找他，不可以再去见他，不可以再让我看到你。他可是建筑界的新星，也是 GMF 的一块金字招牌。他出道以来没有过一篇负面报道，他的声誉我告诉你，你谢小秋赔不起。我也不希望这件事情是你做的。你先出去吧。精明、强势、咄咄逼人，我就喜欢你这份儿，难怪爷爷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。谢了。这该用什么成语啊？啊，不告而别？可以，可以。哎呀，喂。就是他呀，对呀，看不出来是，看不出来，平时装的都是一种真实。
听说泄密那个人已经有眉目了，是吗？就是他，安妮。哦，原来是他，真没看出来啊。哎呀，临时翻译不靠谱，都是计件工作，挣一笔算一笔吧。就是，哎，等等，来，真是，来。喂，是我啊。我知道。哎 ，Jeanette 找我谈过话了。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说啊，千万别说那个卡是你给我的，别把自己扯进来，听见了吗？我没说，我倒是不怕把自己牵扯进来，我是担心，他们如果知道你不止进入利川的房间，还进入了他的电脑，那不就更麻烦了？是的呀。Jeanette 让我接替你的全部工作，让我少跟你接触，更不能谈工作的事儿。那你还给我打电话？我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，姐们还是惦记着你的。哎，我给你买了零食，还有言情小说，放在前台了，待会儿记得自己去取哦。小秋，咱们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就当你自己提前休假了。要是我的话，还乐得清闲呢。可是廉耻之心，人皆有之吧。而且你不知道，刚才蒋主任审我，跟审犯人似的。哎，千万别多说，问一句答一句，不然就说不知道，言多必失，知道吗？你都不知道那个张少华，因为泄密的事急得不行，现在逮到你，他可算松口气了。你都没看见，今天跟我说话眉开眼笑的，现在逮到你，总算治了他的心病了。哎，你知道利川去哪儿了吗？好像资方有个会，要去某个深山别墅洽谈3天，晚上走。哎，利川不是要回瑞士吗？说来话长了，行了，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那我们等下健身房见面再说吧。别呀，回头给 GMF 的人看见又要打小报告了。放心吧，建筑师们哪有空去健身房啊？个个都忙着在房间画图呢。哎，我去过好几次，没有一个 GMF 的人，放心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事了啊，拜拜。哎，待会儿健身房见啊。哎，你，喂。早。早。哎，张总。早上我听说又有资料要翻译，是吗？哦，对，正好我要回房间，跟我去房间拿一下吧。哎。喂。哎，张总，我萧关呢。哦，萧关啊。没什么特别事，就是打电话关心一下我那2位爱将在温州的表现怎么样？人手够吗？需不需要我再派个翻译过去？我正要跟你说呢，萧关，你怎么给我派了个商业间谍啊？什么？商业间谍？你别吓唬我，你指谁啊？安妮啊，她企图将我们 GMF 的设计图卖给家园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她现在正在被我隔离审查呢。张总，这可能是有点误会吧？哎，你这个人我了解，有骨气有节操，绝对不会为金钱所动的。你调查清楚再下结论呐。这件事情现在董事长已经知道了，并且很生气。明年九通和 GMF 的合约，我看有点悬啊。哎，别，这结论还没有下呢，张总。哎，张总，我用我的人格作为担保，哎，你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，也不怕你们调查。我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他情况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好，再见。张总，我觉得公司对小秋的处理非常不公平。你有意见？总不能因为家园的建筑师跟小秋讲过话，我们就确定是小秋在出卖情报吧？是，小秋是王总的翻译，所以家园的人才想从他身上下手，派个人找他谈条件。可是小秋又不认识那些人，你叫他怎么避开啊？现在小秋完全被孤立了，这对一个刚工作不久的女孩来讲，是多么大的误解和打击呀！她要是万一想不开，做出点什么事情来，你们 GMF 怎么交代啊？这件事情
要靠 GMF 的高管小组投票来决定，他是否清白，也得看蒋主任的调查结果。可是，我觉得在这种紧要的关头，并不是要搞清事情真相。如果要搞清楚的话，太花时间，我们等不起。我们现在重要的是要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唉，你帮朋友这份心能够理解，但是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要对这个项目负责任，并且要对整个设计师的设计心血负责，没错吧？哎，夏大哥，看这儿！哎，小秋啊，我从张少华那边听到你的事情了，你别着急，我绝对相信你是无辜的。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做。如果你真的觉得留在温州太难受的话，你就先回上海吧，等调查清楚之后再回去。你也正好可以陪陪小东吗？不行，我现在不能回去。蒋主任还经常要问我一些情况，而且我要现在走了，不成畏罪潜逃啦。你别紧张。身正不怕影子斜嘛。哎，还有，蒋主任这个老狐狸，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，你特别要小心一点，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，事实很容易被曲解的，知道吗？嗯，明白。你牢牢记住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金牌翻译。如果 GMF 对你不公，我马上把你调回九通。谢谢社长。再见。嗯，拜拜。哟，王总来了。嗯。哎，王总好。王总。李川，来，我这有位置。想通了吗？什么时候回九通 ？No， 王立川先生，如果现在我们是在演谍战戏的话，你早就已经被组织枪毙了。教官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夫人她想见你，她一直都非常的思念你。肖市长，俗话说得好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养儿？养儿？他养过我吗？教官，夫人听说您的事业正在起步阶段。很愿意为您的腾飞助一臂之力。你应该知道，夫人现在是方氏的董事局主席，如果她肯帮你的话，你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璀璨的。你倒说说看，怎么个帮法？是这样，下个月是夫人的生日，如果在那天您肯出席，并且可以承认您是他的儿子，我想夫人一定会非常欣喜的。那代价是5000万，够吗？我有条件，请尽管说。我希望有个公开又盛大的仪式。没问题。夫人这些年膝下荒凉，盼子之心殷切。而你又一直不在夫人身边，受了不少委屈，这要求不过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来安排，一定是盛大而风光的。那咱们就说定了。
爷爷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我会跟他说的。好好，你放心啊。哎，再见。你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你不接电话，倒霉的人就是我。爷爷知道你反悔不想回家，他非常的生气啊。他要我跟你讲，再给你1个礼拜的时间，把所有的图一定要做完。下礼拜你就必须得回去。如果你不回去的话，他亲自过来把你扛回去，到时候别我的倒霉啊。喂，哎，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啊？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啊？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这边事情交给我和瑞内。你这样搞什么呢？把公司的事当什么啊？当儿戏啊？再给我一段时间。一段时间？多久？你还要输血，还要复诊呢，这边没有医生知道你的病情的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不能回去啊？这边有什么好？你说那个标能值多少钱？做不做都没关系的，不需要拿你的命去拼嘛，是不是？一定有其他原因，是不是？你跟那个安妮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跟那安妮之间一定有故事，中间还插了一个叶静文，还有 Janet， 哇，4教练呢？谁？叶静文呢？他跟我说，他非常喜欢你，但是你不要他，他伤心的都哭了。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吧。李川，对小妞不好，好像不是你的 style 哦。叶静文，我从认识他到现在，没有跟他说过几句话。是吗？真的？难道我被骗了？我就说嘛，他这么恨我，怎么可能在我面前吐真言呢？他还套我话，哎呀！应该是。哎，对了，几点了？哎，我要走了。你去哪？我昨天在健身房遇到一个跆拳道的教练，身手非常棒，我要去他那里偷师。不要受伤啊。